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白岩松说，年轻不怕苦，怕的是老来苦，老来凄凉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在老的时候可以有老有所依，老有所养，但并不见得每个老人都可以如愿以偿。所以人老了后，请记住这4种活法，才不至于被儿女们嫌弃。一，要有足够的积蓄。有句话说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为儿孙做牛马。做父母的都应该要明白，儿孙自有自己的生活，我们能管一时，却无法操心一世。生活中有很多的父母大半辈子都在省吃俭用，只想让孩子过得舒服一点。不仅在孩子长大以后帮他们买房买车，一如既往地资助他们的生活，甚至还有些父母会掏空毕生的积蓄，借钱帮助孩子搞事业。这是父母对孩子的爱，并不是说都是错的，毕竟作为父母都是希望能够给孩子最好的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但是孩子毕竟已经长大了，他们应该要承担起自己的家庭和责任。如果父母毫无保留地将积蓄都给了孩子，当自己年迈没有收入的时候，一旦生病或者是急用钱的时候，还是要跟孩子伸手拿钱。如果孩子孝顺，一切都是好的。可万一遇到一个不孝顺的孩子，晚年的生活只会过得凄凉，无法保证自己的晚年生活。在我老家有一对老夫妇，育有2儿2女，从小十分的疼爱孩子，家庭条件不好，也要给孩子们吃好的穿好的，辛辛苦苦的把4个孩子拉扯长大。儿子结婚，女儿出嫁，掏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，他们也毫无怨言，只希望自己将来老的时候，孩子会孝顺的。结果呢，后来2位老人生病，女儿连回来看一眼都没有，儿子更是不愿意掏钱给父母亲治病，最后还是村里的人集资给2位老人看病。所以如果可以，父母一定要学会及时的放手，让孩子独当一面，同时也要给自己存一笔养老钱，保证自己的晚年。2，要有健康的身体。人的老年，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就是对孩子最大的帮助了。因为每一个成年人的生活真的不容易，家里老人身体健康，日子哪怕是忙碌的，但也会是幸福的。但是家中一旦有老人病倒了，生活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了。娜娜的婆婆前段时间住院，既要工作又刚怀孕的她，觉得自己的人生简直比黄连还要苦。她和丈夫2个人没有什么积蓄，本来怀孕就完全是很花钱的事情，结果婆婆又病了，而她又只是一个小学老师，1个月的工资养活自己都很难，更别说又要负担婆婆的医药费。而婆婆这几年来也没有积蓄，生病也就早就花光了家里的钱，所有的事情都压在了她和丈夫的身上。最后婆婆的手术费还是娜娜回娘家借来的。她跟我开口借钱的时候，我也感受到了她深深的无奈。她说，我现在真的只想睡一觉，醒来这一切都是梦就好了。自己上班，孩子还小，家人生病，生活工作一团糟，可谓是苦不堪言。所以说，人老了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健健康康的，吃好喝好睡好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既不会给儿女添麻烦，才活得有尊严。人到晚年，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。3，要有固定的住所。老严夫妇在广州经营着一家包子铺，老2口一辈子省吃俭用，给了儿子很好的生活。他们供儿子上大学，接着存款买了一套房给儿子结婚，
希望自己和儿子有稳定的居所，在广州立足。原以为可以在家好好的带孙子安享晚年，结果当两个老人拉着行李满心欢喜的去找儿子的时候，发现亲家某一家一起住了进去。更让人觉得心酸的是，自己的儿子连房门都不让他们踏进去，还催促他们赶紧走。最后老爷夫妇只好背着行李回到了包子铺，十分凄凉。人活一辈子，就怕老无所依，无处可去。讲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真实的事情。老家的大姨在自己孩子结婚的时候卖掉了家里的房子，给儿子和女儿买了房和车。原以为儿子和女儿两边都可以过去住，还得到两边的照顾，实在是很好的选择。可结果呢，两边都不欢迎他们，可是自己又没有地方住，最后只好老两口出去租房。已经退休的年纪了，还要去商场卖菜，帮别人运东西，儿女却不闻不问，实在令人气愤。父母爱孩子是天性，而儿女能不能爱你，就要看人性。人到晚年，子女能在身边照顾是福气，但不能时常陪伴，也要谅解。所以说，人老了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小屋，哪怕没有多大，但至少那是你可以随身歇息的地方，是你的归宿，有家可回，才是晚年最大的幸福。4. 过好自己的日子。人老了，或多或少对别人来说都是有点负担，所以在自己还没有丧失活动能力的时候，能靠自己的事情最好不要全部都指望别人。都挺好里的苏大强在妻子过世之后，其实并没有失去生活自理的能力，很多事情都可以自己做好，却处处的依赖着儿子。他倚老卖老，觉得自己是孩子的父亲，他们就应该处处满足他的无理要求，尊重他，顺从他，最后导致自己的孩子们生活都过得不好。他想尽办法作妖，在二儿子家过得不舒服，就闹着大儿子接自己去美国。不知道孩子们赚钱不容易，又需要买一个3居室，喜欢上了照顾自己的保姆，还要求儿子在房上加上保姆的名字。他从未考虑过孩子们的感受，只顾自己过得舒服。后来又因为种种的原因，最后命运把他接回自己家照顾他。电视剧的结局是美好的，而现实要是遇上这样的老人或许就没有那么的幸运了。如果作为父母的你可以自己照顾自己，却偏偏要依赖别人，相信再孝顺的孩子都会感到厌烦的。所以人到晚年，少做一点自己能做的事情，不要总想着要麻烦儿女，麻烦别人，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了，心情舒畅，一切也就顺了。子女们的事情能管的可以管一点，能够帮的就帮一点，管不了的不要你管的就不要瞎操心了，免得费力不讨好，还给人嫌弃。其实父母与儿女之间保持一定的界限也是有好处的。最后，愿天下的父母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，老有所依，老有所乐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